每次聊到股息相关话题时，总会有人说：“拜托，现在还在高股息，市值型早就被证实能赚更多了，好吗？”而且一个年轻人整天谈论什么股息、什么被动收入，年轻人就该趁年轻好好赚钱啊！被动收入是退休后才要研究的事，好吗？不可否认，根据过往的绩效回测，市值型累积资产的效率大多高于股息型。但有时候我就会想，市值型累积资产的速度更快，没有错。可是我们投资的目标究竟是什么呢？我们是想要趁年金累积一大笔资产，退休后再慢慢花吗？其实以前我也是这样的想法，觉得年轻就该尽力存，拼命赚。但这几年可能年纪到了，看到一些时事以及身边的人发生的事情，就让我开始思考：人一辈子利用最精华的时间卖命工作，如果我们只是一直专注在资产的累积，而不适当的享受，哪天如果发生一些意外，我们不知道能不能享受到这一辈子自己累积的成果。所以后来我认为，累积更多的被动收入，让自己退休或半退休，可能才是普通人想要投资的真正原因。因此，本期影片我想透过过去的数据跟大家聊聊，市值型与股息型两者的含息报酬率真的有差很多吗？以及第二，投资的目的、财务自由的3个阶段，而自己目前在哪个阶段？还有第三，实际算算看，到底我们需要准备多少资产才可能提早退休呢？如果是股息型与市值型，分别各要存多少才能达成目标？如果你想了解自己还要努力多久才能退休，不想要一直漫无目的的存钱投资，那或许本期影片可以帮助你找到自己的目标与财务方向哦。第一，市值型与股息型。影片开头，我们先来了解很多人喜欢聊的话题，到底为什么股息型与市值型各有拥护者？究竟哪一种更适合自己呢？因此，以下的内容我们将以高股息以0056为代表，市值型以0050为代表，来简单回测看看它们究竟有哪些差异吧。我们一样用网络上的定期定额计算机试算，先算0050，输入一些基本资讯后，假设我们每月定期定额1万元，10年后它的报酬率如何 ？OK， 试算结果出来了。总报酬率大约是133%，年化报酬率大概是8点多%，这个是10年的区间回测。接着我们来试算0056，输入与刚刚完全相同的资讯，按下试算，试算结果总报酬率大概是96%多，年化报酬率大概有7%。那我们把试算结果整理成表格，让大家更方便的观察比较。可以看到投资时间2015到现在以10年左右为区间，总报酬率大约差了40%左右，年化报酬率大约差了1%。至于这里我多拉了一个现金殖利率，以去年的现金殖利率来看，0050大约是2到3%左右，0056大约是6到7%。看到这里，可能有些人会想，既然以总报酬率来看，市值型能赚更多，我们不就把钱 all in 在这里就好了吗？其实我觉得不一定要这样，原因是我认为投资要回归到一个根本问题，我们投资的目的是什么？是想要透过投资赚很多很多钱吗？还是想要每年每月有源源不绝的现金流可以花？以我个人来说，我认为累积资产虽然很重要，但我自己投资的真正目的是想要拥有被动收入，想要让人生掌握一点选择权，而不是让自己被绑在一个没有灵魂的空壳里。因此，财务自由便是我想要追求的目标。至于累积多少资产，拥有多少被动收入才算自由，这点我们可以参考美国财务规划师 Debbie Ray 将财务自由分成8个层次，分别是脱离月光族，不怕放长假，享受生活且能储蓄，有选择工作与否的自由，退休后维持基本生活，保持退休前的生活素质，拥有自己的理想优质退休生活，以及最后一个有花不完的钱。而这8种，如果我们又把它更为直观的分类，可以简单分为3个阶段，分别为第一，基础安全阶段，以及第二，财务稳定阶段，最后第三，富足自由阶段。也就是说，财务自由不是突然从不自由变成自由，它是一步步慢慢的阶段性改变，在每个阶段达成之后，我们可以渐渐感受到越来越自由的感觉。那首先，什么是基础安全阶段？这部分涵盖了项次1到项次5。在这个阶段，我们不需要累积到很多的被动收入，只要有能维持基础的食衣住行需求的收入就可以了。只是如果想要拥有一些休闲娱乐，偶尔出去旅游、看看电影什么的，便可能还需要拥有一些工作主动收入来源。但这时候的我们，因为已经拥有一定程度的现金流，所以已经可以不用强迫自己从事过于高压以及高薪的工作，可以选择薪水不一定那么多，但自己喜欢或者压力比较小的职业。例如，有些人可能会选择在咖啡店、民宿或者到观光地区担任冲浪教练等等。这个阶段我们可以称之为半退休状态。那就像前面说的，每个人对于基础生活的感觉不同。有些人觉得吃个卤肉饭、便当、跟市场批发的衣服，每月2万就可以维持基本的生活。有些人可能觉得每个月要4、
5万以上才能维持基本的生活，所以具体我们必须从记录收支状况，才能渐渐的了解自己每月的基本生活费。了解后，我们便能继续往下的设立目标，并一步步规划达成。第二，财务稳定阶段，这阶段包含项次6，除了维持基本的生活之外，被动收入也足够维持与退休前一样的生活品质与休闲娱乐，例如偶尔吃吃大餐、住宿、旅游等等。这种程度，如果刚刚的第一阶段属于半退休状态，到这个阶段已经达成真正的财务自由，即便完全不上班、不工作，被动收入也可以支应我们的基本生活，外加一定程度的休闲娱乐。当然，如果我们还能找一些自己喜欢的工作，加上主动收入之后，就能让自己过上更加高品质的生活。最后是富足自由阶段，而这第3阶段涵盖了项次6与7，那就是完全自由了。不管想去哪里，想做什么，基本没有预算限制，也不需要烦恼跟金钱相关的问题了。我想这个阶段应该也不会在意什么被不被动收入了，规划好保险、遗嘱与税务问题，可能才是更重要的。以上就是根据美国财务规划师提出的财务自由理论所做的分类。从上面的内容我们可以知道，想要达成提早退休的目标，是可以一阶段一阶段的实践，让我们渐渐的接近理想的生活。看到这里，可能有些人会想，当然我们已经知道财务自由大致上可以分为3个阶段，但具体到底应该有多少资产才可以累积到第1阶段的半退休，以及第2阶段的真正退休，甚至到第3阶段的富足退休呢？因此以下的内容我将参考台湾的 ETF 过去的绩效跟配息，来计算看看，如果我们想要一步步达成3阶段的里程碑，每阶段大致需要多少资产呢？再次强调每个人对于生活品质与退休的定义不同，这里就先有个人的价值观去计算。首先是基础安全阶段，这个阶段我们不需要累积到很多的被动收入，只要有能维持基本生活的就可以了。以一个平凡的单身青年举例好了，假设每月需要的基础生活费是2万元，一年大概需要是24万，再加上一些保险有的没的费用，一年的基本生活费假设大约是30万台币。那如果我们投资高股息的标的，这里一样以0056举例，根据最近1年的配息率数据，近1年共配息4次，加总起来每年每股约配息4元。如果想要达到每年30万的被动收入，就需要持有75000股。那以我录影当下每股大约36元计算，然后存到270万元左右的资产并投入，就能拥有每年30万左右的被动收入。这样平均每月有2万5左右的生活费。270万虽然听起来不少，但也不是什么遥不可及的数字，对吧？这样是不是更有信心了呢？那么以此类推，如果我们想要拥有比较宽裕的退休生活，想要维持与上班时一样的生活水平，以年收入60万的上班族举例，大约存到540万元左右，就可以拥有每年约60万的被动收入。当然，如果你的家庭人口数更多，收入更高，支出更高，那便需要再更多一些本金了。这里如果是投资0050，因为它属于市值型的标的，殖利率相对来说比较低，但相对的长期可能让资产成长更多。因此，我们仍然可以透过0050试算一下，根据最近1年每股配息约3.7元，以录影当下的每股约182元计算，如果想要每年有30万的配息收入，让自己实现第1阶段的半退休，那么需要投入约1400多万元。这数字听起来就蛮多的，但就如同刚刚提到的，市值型 ETF 可能更着重于资产的成长。或许我们可以根据当下的需求调配市值型与股息型的比例，不一定要非黑即白。那样的话，是不是就不大需要准备到那么高的本金了呢？总结本期影片分享了我对于财务自由的整理，并透过实际标的试算，我们可能需要拥有多少资产，才可以达到半退休甚至真正退休的目标。老实说，市值型与高股息这个话题一直都有蛮高的讨论度，当然这两者各有优缺点，也各有拥护者。如果真的要讨论投资哪一种，我认为要回答这个问题前，应该先厘清目前自己的投资目标。毕竟每个人处在不同的人生阶段，对人生有不同程度的体悟。明天与意外谁先到来，我们无法知道。因此，我认为根据自己当下的人生阶段，选择相对适合自己的标的，或许就是最好的资产配置了吧。好啦，以上就是本期内容。如果喜欢的话，欢迎按赞订阅。想了解更多投资理财与被动收入的内容，你可以在下方约我的对谈，或者领取我的电子书。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